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我现在在环太平洋演习的现场啊，我的后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演习中非常重要的 Canoe Bay 陆战队基地最核心的这个任务，也就是工程演习这个部分呢，其实一直是整个环太平洋演习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这个战情室呢，有直接呈命来自于 PACOM 的对太平洋舰队下令，然后太平洋舰队得令之后呢，把任务分配给各个不同的支队。比如说像 CTF-170，它是航空母舰水面打击部队 ；CTF-172是属于侦察部队，侦察部队就包含了 P8，还有日本的 P1，还有加拿大的 CP-140反潜巡逻机都编组在里面。173呢就负责后勤，然后176负责2栖作战部分。其实整个170它的这个组织可以算是最为庞大，因为所有跟环太平洋演习相关的水面作战，基本上都是由 CTF-170所来担任。这次工程演习主要这个场景是它在考爱岛西边最大的飞弹射击靶区布靶作业它就必须要在工程演习前的2天，也就48小时之前左右要能够布置完成。比如说，如果说你靶舰是在珍珠港的话，你从珍珠港拖出来48小时之内要能够就位。所以呢，我是7月15号上午8点半到9点左右拍到了贝里流号从太平洋舰队回收再利用处理中心拖出去以后，17号早上9点准时开打。那美军公布了，就不会有任何机舰跑进来打扰吗？答案是否定的。由于那个地方也是公海，公海大家都有自由航行权。虽然说美军已经事先公布了射击公报，但是你说到时候会不会一定没有船不来打扰呢？也不会。所以其实在早上9点以前，美国海军他们会有专责的巡靶区的部队呢，会把靶区做一次非常彻底的巡弋以后呢，然后确定了都安全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发布一个讯息range is green range is green 等到这个讯号一出来以后呢，大家就开始一批上去开始对靶舰保以老拳猛揍一顿。这次整个环太平洋演习的靶舰的工程演习里面，其实很有趣。第一批呢，其实是陆军的 AH-64 Apache 战斗直升机，他们用 Spike 长钉飞弹，第一波打上去当然你会说这么大的一艘军舰，快5万吨，你拿这个 Spike 飞弹打上去有什么用处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整个攻击演习，它一波一波一波慢慢来的。那第一波是用 AH-61打 Spike 飞弹之外呢，后面你就可以看到 CTF-171或 CTF-175等等不同的这个水面舰队呢，开始对着贝里流号发射各舰的这个5寸炮或57炮等等毛起来打。打完之后嘞，然后接下来就会换成各舰的反舰飞弹。其实不仅仅是反舰飞弹而已还有包含像地面所发射的 HIMARS 火箭弹。HIMARS 火箭弹也在这一次的演习中对贝里流号发动了非常大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波攻势。HIMARS 火箭弹呢命中非常精准，其实命中到了这个贝里流号之后，也给贝里流号造成不小的损伤。其实这一次就在我身后的陆战队 Canoe Bay 也就是美国海军一个非常神秘的这个测试单位第9号舰上测试中队。这个测试单位呢，它负责这次工程演习中最重要武器的投掷。所以其实像这次攻击中，我们也看到这些舰艇他们分别发射 NSM 也就是海军新式的打击飞弹，还有呢包含像这个鱼叉飞弹等等。日本也发射了他们的12式陆上发射的反舰飞弹。而这些反舰飞弹击中贝里流号，由于贝里流号非常的大，然后也并没有办法让它能够快速的真正沉没。那这次美军在演习中并没有动用到 B2 轰炸机进行所谓的 Quick Sink。所谓的 Quick Sink 呢，就是从 B2 轰炸机上面丢下这个2枚或4枚的2000磅的 Laser Jet 弹这个炸弹，然后能够把船击穿，造成甲板下方大量进水，甚至于龙骨折断，让它这个船本身能够快速的断成2半，然后沉没。所以这次并没有动用到这样的一个快速集成的战术战法。但是呢，透过前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武器装备设计以后呢，基本上这条船大概其实也不死也已经去半条命了。那最后呢，是由加拿大还有包含美军前舰发射了 Mark 48型的重型线导鱼雷将它击沉。不过这个 Mark 48重型线导鱼雷发射过之后呢，还有一段小插曲。为什么呢？在18、19号的时候呢，我们赫然发现就是美国海军的鱼雷回收舰悄悄的出发了。那鱼雷回收舰悄悄出发是干嘛嘞？当然也是推测了，就是说这个鱼雷有可能打出去以后呢，并没有爆炸，有可能还在海面上漂浮，所以美国海军必须要派了这个鱼雷回收舰去想办法把这个鱼雷回收回来。因为鱼雷如果没有回收在海上这个任意飘荡东西万一这个碰到了什么东西那蹦了一下也是不得了。所以美国海军还派了一艘鱼雷回收舰悄悄的去回收作业，到底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我们因为在 Maritime Traffic 上面呢，有看到鱼雷回收舰从考爱岛
岛附近悄悄的出发，前往这次进行演习的区域进行一些回收作业。所以我们估计可能有发生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或意外。当然，演习指挥部并没有正式宣布。我一直问他说，你这个靶舰贝里流号什么时候拖出去啊？拖出去跟我讲一下嘛，我就跟他 say 个 goodbye， 对不对？他抵死都不肯跟我说。还是呢，我运气也还算不错居然就让我给逮到了这条船给拖出去的这个画面。我必须说，这次是真的贝里流号，我从太平洋舰队回收再利用处理中心移出去我就去拍它了。然后呢，甚至最后还追到 Eurocurious 的这个海边然后来看这个船拖出去跟它 farewell 一下。其实演习的统裁部或者说演习的新闻部，不见得对你所有的这个问题都能够有求必应当然这很正常，就像我们国军一样我们国军的国防部这个发言人士，你问他所有事情也不见得一定通通有答案，或者一定通通有让你满意的答案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了。那当然，像这次的这个演习之中你也可以看到打这个贝里流号这么大的船。之前我也的确跟大家说，毕竟这个跟太平洋舰队回收再利用处理中心它这边的储存的这样的期程有关。因为像上一次塔拉瓦号除役了大概差不多也是快20年，然后这次贝里流号其实也除役了大概12-13年。那你说这个时候还不拉出去打，船上呢锈的锈烂的烂，你要说再复役已经不可能了，那不拿出去打干什么嘞？所以呢，这次就把贝里流号拉出去打。但你说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完全没有这个针对任何大国的这个部分呢？我必须说还是重复说，在战略上没有，但是战术上还是有。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对美国来说，能够集合这些它在整个太平洋周边，甚至于北约的这些重要盟邦。未来如果就是说在区域内跟区域的这个大国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的话，它如何解决？运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任务？这个必须要利用像在环太平洋演习这样一个场合呢，能够把各国的军力都集中起来以后，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对可能的未来最大假想敌嘛，假想敌是谁也不要我说破啦，对不对？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海上拦截反制作业。那当然，你说对美国军来讲，美军也绝对不会愿意这样的事情最后真正的发生，但是对他们来说，一定要对最坏的状况做最好的准备。所以这次环太平洋演习，你可以看到依然是精锐进出承续了上一次的勇敢之盾演习。那美军在这一次的演习中动用了非常多最先进的装备，对这些海上的靶舰以及空中的这些任务呢，来进行一系列的作战的模拟。我们讲到环太平洋演习的采访，的确说真的越来越不容易了啦，因为像现在这个电视台参与的很多。那电视台他们比较喜欢那种大概2分钟或3分钟左右的很热闹的有画面的，那自然而然对于演习的这个新闻部来说，在港训阶段尽量满足这些电子媒体的需求。像我们这种希望能够看比较深入的科目的这个部分呢，那对不起我们也没那么多人力跟物力，而且前面弄这些这个电子媒体已经耗尽了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力量。那各位你们这些后面来的就了吧，好吧，那讲到这里大家也心知肚明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可以看得出来，这次的环太平洋演习的确对美国来讲，2年一度的集合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用到了各个的国家派出的各个精锐，对于这样的一个演习作业，包含事前的协调作业，然后联合作战时的各个的攻击次序的这样一个调整，让各个来参演的部队都能够尽量的发挥，是环太平洋演习中，特别是在工程演习这部分来讲，算是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程演习才真正能够显示出对于环太平洋演习来讲，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地区这些多国联合部队军事力量最大的这样的展现，其实也是我们这次来环太平洋演习之中在下最希望能够看到各国这个装备情训精练这个部分。您的看法是什么？欢迎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处留言，也别忘了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开小铃铛、开小铃铛，很重要，一定要讲3次，因为开了小铃铛，你才能够得到我们影片的通知。那另外，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对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抖内，帮助我们节目走得更稳健。下周二晚上8点，我们再见。